撬开蚝壳，轻轻吮吸，舌头触及到柔软多汁的蚝肉，嗖的一下，丰富肥美的蚝肉进入口腔，绵密的宛如一个法式深吻。美国厨师安东尼·博尔顿的这段话被蚝粉们深深的认同。吃到蚝就像亲吻大海那种感觉，把整个海洋吞下去，哇，太棒了！蚝爷陈汉宗用15年时间，对蚝进行精细研究，将原本吃法单一的食材发挥到了极致。东方人和西方人都爱蚝，然而在如何吃蚝这个问题上，却有着极大的差异。中国人看重味道，讲究佐料的调和。蚝爷研究出的蚝门9式中，最受欢迎的是秘境金蚝王，精选6岁大蚝王，让特制的卤水一点一点进入蚝，再配上特调的酱汁，金蚝的鲜、香、甘、甜层层进出，回味无穷。一道金银蒜石钵蚝王，蒜香四溢，入口难忘。油焗生蚝，放入青椒、洋葱，用热油把蚝烫熟，保留了蚝的肥美。西方人吃蚝简单明了，喜欢生吃。有人不喜欢这股生腥味儿，而好这口的，恰恰是被它那种大海的味道深深吸引。我从小就在海边长大，一闻到海的味道，感受到大海的自由宽广。其实海风海水，在某些人闻到吸到是咸味，但是我闻到了吸到了是香味。汕尾红海湾是蚝爷的家乡，蚝对海水质量颇有追求，水质优良，水温盐度适中，还要有丰富的海洋藻类和微生物，它才买账。幼苗期的蚝被蚝民安顿在咸淡水交界处，等生长稳定了，才被放到蚝排里调养。每年农历9月到来年3月，正是蚝最肥美的时候。这个抽秧了，可以先烤哈。哇，这个非常肥美，哇！蚝是靠海水来维持生命的，一打开以后会吐很多水。其实在我们家乡呢，我们都是叫水菜。我们这里这个海液是非常的干净。我的小的时候都是会来生吃，现在照样可以打开就可以吃的。生蚝捕捞上来之后，有的经过简单处理，新鲜滑入口中；有的则被用来生晒，靠的是干爽的北风和柔和的阳光。蚝爷的生晒蚝分2种，一种是风干金蚝，风吹10几个小时，变成淡黄色，它失去了一部分水分，却最好的保留了海水的芬芳。我们会挑这个规格会更大一点，就我们是拿来做秘境蚝，吃起来外面比较软滑，就是有蚝的香味，里面比较甜和脆。另一种是足足晒了10几天的足干金蚝，乳白色的生蚝慢慢渐变为赤金色、紫红色，最后转成紫金色。金蚝周身包裹了一层薄薄的油分，
肉质细密坚韧，干香而有弹性，是阳光赐予的金子。实际上这个叫金蚝，是生晒的，生晒要晒到完全干，重量才剩下2层。蚝是用水煮过，再去晒干，它是熟的了，它的蚝油已经流失掉了，就是因为煮了那个蚝那个水来慢慢收干，精制以后添加一些其他东西，才变为蚝油。这个金黄金黄色的，它就把这个所有的蚝油的香味就浓缩在一起。鲜蚝、风干蚝、足干蚝，在豪爷的手里都得到了各自完美的呈现。煎、焖、炒、蒸、煮、浸，豪爷把各种形态下的蚝运用到出神入化，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于吃蚝这件事的认识。而豪爷对美味的这种极致追求，源于童年时代食物的匮乏。放点五花肉下去，加一点点对对，有，这炒一炒啊，不能那什么。很香啊。换姜下去。啊，有没有想起你小时候那种味道？小时候太穷了，我呢是8兄弟姐妹啊，吃都没得吃饱。妈妈呢腌一点煎蚝仔啊，来送稀饭，最好的记忆了。对对对。好，太好吃了。是不是妈妈的味道？对呀、就是我妈妈太棒了，做这个，那时候就培养我现在就这么喜欢吃蚝的这个口味。并不富裕的家境，再加上潮汕人本就有着种地如绣花的精细，造就了豪爷性格中的细致严苛，还有近乎执拗的执着。这份执着让他对蚝爱得深沉而痴迷。我们走了15年，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超过100种吃法，逐步从简单的吃法做到极致，做到精品。但是我探索发现，里面有太多奥妙的东西。我会把这个过程还会一直研究下去，还会不断提升。寒冷的冬日，拿上烫手的粽子，一层层剥开，浓浓的糯米香混着五花肉的干、绿豆的绵，入口松化、爽滑甘香。好似探險咁，草又高過人，路又高過人。一大早，苏少飞便和表姐带着几个壮丁去山里寻找2样重要的食材。一定要戴手套嚟摘咯，因為咧佢係戒手噶。这叶子不是普通的竹叶吗？为何要冒着受傷的危險，滿山遍野去找呢？啲芒葉咧，佢咧生長咗好似嗰啲竹葉咁樣長長嘅，但係咧佢唔係竹葉嚟嘅咯，因為我哋每年都會要用好多嚟包鹼水粽噶嘛，所以咧都要密密咁樣去揾咯。原来，这种野生植物就是我们平时包粽子用的芒叶。不过，肇庆独有的粽子果蒸粽用的却是另一种叶子。少飞作为粽子铺的少当家，必须找到这種原料。翻過嗰邊一邊嗰度一邊係咪啊？嗱呢度啦嗬，跟住啊，嗱呢個冬葉咧就係我哋鄉下嘅本地冬葉啦。呢個冬葉咧就有保鮮作用啦，同埋咧可以清熱解毒啦。中葉是包果蒸粽的絕配，不過現在也越來越難收集了。而家就少人種啦，即係太平啦，而家啦，屋前屋後種啲啊，攞嚟你自己啊，過年過節啊，包粽啊啲咁咯。呢啲啦，呢啲靚啊，又唔大又唔細啦，呢啲咯。今天葉子大豐收，
不过邵飞的任务并未完成。鼎湖山最出名的莫过于山泉，这也是让果蒸粽口味更为甘醇的秘诀。邵飞费了那么多的功夫，无非是为了追求果蒸粽极致的口感。邵飞家的老字号果蒸店就开在鼎湖山脚下。清晨的客人不多，邵飞抓紧时间和妈妈一起拌料，准备制作。现在我拌的是五花肉，本地人最喜欢吃了。普通的粽子用长条的芒叶包成四面体状，果蒸粽则必须采摘新鲜的中叶，包裹上本地生产的糯米，以及今年收获的绿豆，肥瘦相间的五花肉，才算正宗。而这一切，邵飛早已賴熟於心。13歲開始學包粽㗎啦。呢個粽咧就係陳朝時代就有㗎啦，成2000年歷史㗎啦。我哋屋企咧就有5代人都係包呢個粽㗎啦。蘇家從1989年開始專心做果蒸粽生意，創始人是邵飛的父親蘇達榮。一個大男人做粽子，在當地遠不算體面，但沒想到堅持下來，竟然成了品牌。更意外的是，90後的女兒因自小在粽香中長大，對果蒸粽充滿了感情，現在居然願意繼承這份辛勞的手藝。78歲的老父親已經很少回店裡了。最近，邵飛琢磨了一個新的果蒸粽品種，讓他回來指點一二。但我自己諗咗一個咧，就係黑糯米、白糯米加蛋黃同埋紅豆。你覺得咁樣好唔好啊？傳統得好乜都要呢個味道得，你就打得出呢個。起碼咧就將自己老豆一生咁辛苦做落嚟嘅果蒸粽業咧，就即係自己傳落去咯。呢個咧就係你嘅品種啦，呢4個都係我嘅。邵飛把自己和父親的實驗作品，連同今天包好的果蒸粽，一起送去蒸爐房。每只重達1斤以上的果蒸粽，將會用山泉水浸泡、大木柴猛火蒸煮的傳統手法，熬上8個小時。嗰啲粽咧，佢要大火，慢慢咁樣，一唔夠柴就要人加咯。每晚睇火咧都要望實個爐㗎。攞清水咧要漂一漂，撇一撇啲油漬，淋一淋佢。咁啲果蒸咧就乾淨。回到店裡，邵飛馬上把昨天和父親一起研發的新品種拿出來品嘗。哇！咁正啊，嗰啲椒啊！好甘啊！哇！蛋黃喎！我啲黑糯米真係好正啫。你覺得我個味道同你個味道係點咧？比呢隻咧個味道咧特別好食嘅，佢個味道咧係比較真香啲。佢依家攞紅豆嚟代替咯，唔係攞綠豆咯，起碼佢有種新鮮感咯。成功啊！呢個創新成功。甜糯米、嫩粽葉、山泉水，和自然相遇，善待自然，它就會回饋你美味的食材。邵飛以特有的活力和勤勞，守護家傳手作，守護童年安心感的家鄉味道。